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豪。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乐乐。欢迎回来我们的头牌秀场先锋秀场小专题。我们主要是买不起，并不影响我们 BB。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品牌啊，爸妈看了直皱眉，女友看了流口水，潮男看了想露腿。这个品牌的秀场也是出了名的阴间，让众多分析类 UP 主啊，整个视频里面充满了不可名状的马赛克。是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被封为这个 Dark Lord of Fashion 的 Rick Owens。是的，今天呢，我们就要通过2021秋季的男装和女装两场秀，掰开了揉碎了，和大家来讨论一下 Rick Owens 的世界观和审美逻辑，并且来聊聊在时尚圈恰饭越来越难的现在，为什么 Rick Owens 能持续保持又叫好又叫座，收获一群死忠粉。所以要让山本耀司来选选是吧？后面我们会说。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踊跃的为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都可以拉新点个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把节目做下去的最大动力。看完秀场视频，不知道各位潮男们想不想露腿呢？此处广告位招租，欢迎空包高来找我们洽谈。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啊，先给大家来简单科普一下本次的设计师 Rick Owens。Rick Owens 1962年11月18日出生于美国加州的一个小镇，名字叫做 Porterville。波特维尔。他的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墨西哥人。那作为一个虔诚保守的天主教家庭啊，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了一间天主教学校里面去上学。但和很多上过我们频道的时尚小天才一样啊，Rick 无法融入其中，就八字里面没有学校这一块。经常因为自己的性格沉默害羞而被同龄的小朋友们欺负。多年以后啊，他在接受《独立报》采访的时候回忆到，那是一段非常糟糕的时光。他说 ：“It was hard, it was very hard. I mean, the other kids were vicious like animals.” 那段时间非常艰难啊，其他的孩子很恶毒，就像动物一样野蛮。在这段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两个对立的词啊，一个是圣洁的宗教，一个是野蛮的行径。这将会是解读 Rick Owens 设计的一条重要线索啊。我们这里先放一个书签，挂个耳朵，后面来给大家讲解。上了高中以后 ，Rick Owens 跟各位一样啊，对学习毫无兴趣，开始抽烟、喝酒、烫头。不对，开始逃课啊，迷恋摇滚乐，研究边缘文化。虽然喝酒嗑药这些恶习啊已经被现在的养生朋克 Rick Owens 给抛弃了，但是啊，烫头还持续至今。现在干嘛？现在喝枸杞。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 ，Rick Owens 的头发本来是天然卷，而且就已经是白了嘛，是通过定期烫染来获得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的。黑长直。是的，而且你能想象吗？这个黑长直的造型来自于他的儿时女神 Cher。雪儿。是的，在这里放一个 Cher 的照片，大家可以把这两个人联系起来吗？那这么一说，好像一切都解释得通了啊！怪不得他和 Cher 一样都不怎么喜欢穿衣服。在这里做个小调查，如果 Rick Owens 以自来卷的形象示人，你们还会觉得他的个人形象乃至品牌形象暗黑吗？会的扣1，不会的扣0。变成雷鬼。Rick Owens
Owens 在高中时期就隐隐约约觉得自己不简单，拥有异于常人的艺术天赋。于是在毕业之后，他就去了 Otis Art Institute 学习了2年艺术。为啥只学了2年呢？因为2年以后他就退学了。他那个时候觉得，就是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你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识。那他觉得自己没有那么有文化于是他就去学 fashion 了。学 fashion 就是不需要文化。fashion 领域一个不需要那么多文化知识的领域。对，之前在 Prada 秀场我们也说过了。是的，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小可爱请自觉去补课 Prada 2021的春夏秀场分析哦，为你讲述那些时尚圈里的文化人。我们把时间拉回90年代Rick 在辍学之后转向洛杉矶贸易技术学院学习制版和剪裁技术。那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他的才华被现在的伴侣 Michelle Lamy 所发现，于1994年成立了自己的同名品牌。在当地买手店的支持下，他逐渐在洛杉矶受到了欢迎。但是真正使 Rick Owens 声名大噪的，其实是在2001年 ，Kate Moss 在 Vogue 上面穿了一件她的机洗皮衣，使得年轻的 Rick Owens 一下子就被年轻的美国 Vogue 主编 Anna Wintour 给相中了。在她的赞助下呢 ，Rick 在2002年纽约时装周举办了他人生中的第1场秀，叫做 Sparrows。这场秀包含了很多品牌日后标志性的设计元素例如有泥土色系的配色和修长的廓形。一战成名的 Rick Owens 更是一路开挂，创造出了 Quick Cargo Pants、Joe Basket、鞋履等品牌爆款时至今日 ，Rick Owens 已经成为了潮流区绕不开的一位大神，并且拥有了众多的时尚信徒。我们回到秀场，本次 Rick Owens 2021秋冬秀场，就男装和女装2场秀其实有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 Gatsman， 中文名字叫做克西玛尼园。给不知道的小可爱科普一下，这个名字呢其实是来源于新约圣经，是耶路撒冷橄榄山脚下的一个果园。传说耶稣在被钉上十字架的前夜，和他的门徒们就在此处祷告。这一个宗教意象描绘的是一种暴风雨来临前片刻的宁静，整个氛围是压抑和沉重的。耶稣在受刑之前的祷告，就好像处在全球疫情下的我们对于未知的迷茫和紧张。在秀场中英语销售的模特戴上了面罩和墨镜，这一运用贯穿着 Rick Owens 在疫情期间的所有秀场。他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的践行着防疫措施的欧美设计师了。对。Rick Owens 的面罩不仅确保了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他还身体力行的以自己时尚圈的影响力呼吁观众们佩戴口罩。而改良后的面罩垂于胸前与服饰融为一体，也和他一贯的设计理念相辅相成，那就是故意模糊穿着者的性别以及面部特征。熟悉 Rick Owens 的人应该知道 ，Rick Owens 笔下的穿着者他不分男女，或者说有时候都不分人兽。对。在男装秀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Look 1、Look 4、Look 11、Look 39、Look 42当中，模特都是赤裸着上半身，脚蹬品牌标志性的长筒靴 Kiss Boots，而靴子的材质呢，在本季做了新的尝试，由皮革变得更加的毛茸茸看起来更接近动物真实的皮毛，而后跟又做成了透明的处理，所以远远的从侧面看过去就好像是走兽的蹄子，让我联想到了《纳尼亚传奇》当中的 Mr. Tumas， 也就是罗马神话中半人半羊的牧神。有趣的是 Rick Owens 让穿着这几套 look 的男模，同时还穿上了美国中产标志性的白内裤。美国富豪都不穿是吧？在内裤上面还刻印了五芒星的图案在西方，山羊和五芒星这样子的元素很容易和撒旦魔鬼联系在一起。那 Rick Owens 在这里讽刺的正是他所看见的一些以美国男性为代表的有毒的保守主义。川普。你没有听错作为一个美国的设计师，他用一场男装秀来批判自己国家的保守男性叛逆玩到头了。这里需要给小可爱解释一下设计师的社会背景。搜索引擎上是这样概括的：2021年1月6日发生了美国国会大厦遭冲击的事件时任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者暴力闯入美国国会大厦，扰乱了正在进行计票的以及认证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结果的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国会大厦建筑群被封锁，其中的立法者和工作人员被紧急疏散。之后，国会大厦被骚乱人群占领，并且破坏长达15个小时一系列的冲突导致了5人死亡，超过140人受伤，被称为美国大屠杀。大家知道，川普的支持者多为思想保守的白人男性，他们反对边缘文化，支持种族隔离。目睹这场事件的美国公民 Rick Owens 心里受到了巨大的触动。虽然最终川普选举是失败了，但对于极端保守主义可能侵蚀国家的后果，还是让 Rick 感到战栗。
在 Rick Owens 看来，美国正处于一个黑暗的低谷，新冠病情无情地夺走了人们的生命，那多个城市也燃起大火，店铺被砸毁，种族歧视的矛盾不断激化。前总统特朗普又导致了美国大屠杀，痛苦和破坏扼杀了人们的希望和梦想。健康、环境、社会、政治的动荡，仿佛圣经中的故事一般。解读到这里啊，那科西玛尼园很显然被赋予了第二层含义，那就是人性的事业田。借助这个主题 ，Rick Owens 在探讨人性中的光与暗、善与恶。他用男装秀场来宣泄自己的愤怒啊，向迂腐守旧的保守派竖起了中指。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不得不说啊 ，Great minds think alike。Rick Owens 用高级的秀场对抗极端保守主义啊，我们用低俗的节目啊抵抗极端保守主义。审核大大，你说是不是？3天前的夏帕瑞丽秀场啊，贝拉哈蒂穿去戛纳红毯的礼服又被判定为低俗啊，退稿。希望贝拉哈蒂和戛纳电影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好吧？俗不可耐，俗不可耐，回扬州，回扬州，好吧？希望贝拉哈蒂回扬州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我们回到秀场，同样的主题延续到2个月后的女装秀场。相比于男装中的怒不可遏啊，女装秀场以一种温和圣洁的氛围开场。男装秀场中出现的异教徒啊，由女装秀场中的女祭司来收服。女装秀场呢，位于 Venice Lido 的一个泻湖举行啊，就在 Rick Owens 家的对面。因为疫情，秀场只能用影像记录，没有乌泱的时尚圈观众，所以更像一场小型的私密的仪式。Rick Owens 夸张的类人廓形同样出现在了女装秀场里面，他用衣服作为人体躯干的延伸，打造出了苗条修长的形态。在 Look 10、18、27、48当中可以看到拖地长裙采用鱼尾的意象，将模特的腿部隐藏其中。那在 Look 9、26、27、34、40、44的上装当中啊 ，Rick Owens 又将袖子和衣服的主体分离，巨大脱节的袖管既像飞鸟的翅膀，也像龙虾的钳子，配合身后的河堤啊，让模特看上去好像是刚上岸的两栖动物。相比于男装秀场中走兽元素的粗犷野性，女装秀场中借用了鱼类和鸟类的廓形，让整体的 look 线条更加的流畅灵巧。然而 Rick Owens 笔下的女性当然不会只有美，看看 Rick Owens 的 soulmate 啊，灵魂伴侣Michelle Lamy 啊，就可以知道 Rick Owens 欣赏崇拜的女性具有一种大地之母般的庄严力量。在 Look 4、5、21、22、37、39、43当中，橄榄球运动员般的 Power Shoulder 其实是从男装秀场当中沿用下来的元素，寓意着传统语序中的男性强权。Rick Owens 觉得这些宽大的肩膀 turn the body into an architectural bulldozer，把人体塑造成了像推土机一样的巨大机器。而让女装秀场中的模特安上这样子的肩膀，无疑是设计师 Rick 想要赋予女性在社会中更多的权利，以此来对抗这个可不焦灼的世界。如果说男装秀场代表的是黑暗森林中躁动混乱的父系社会，对应着耶稣受难前的挣扎绝望，那女装秀场就是黎明后带领部落重建家园的母系社会，对应着耶稣重生复活的光明希望。不仅如此啊 ，Rick Owens 还在坚硬的外壳内搭配柔软的连体衣啊 ，bodysuit， 如同软皱一般包裹着穿着者的身躯。暗黑头的 Rick Owens 在本次秀场中有意的着力刻画女性所特有的温暖关怀，如蚕蛹般包裹人体的军用毯长袍就是证据。那军用毯 Army Blanket 呢，一直是 Rick Owens 很喜欢用的一种材料。在他刚创立品牌的时候啊，就手头没有钱去买那种昂贵的面料，他就观察到在洛杉矶街头的朋克小孩们经常会去纪念品商店买2手的军用服饰和军用毯子，然后呢自己染成黑色来穿。那又因为他们用的染料啊是在手工店里面买的廉价货，所以过不了多久呢，那个黑色就会褪色成紫色。紫色的染料和绿色的军用服饰一混合，就成了一种微妙的灰色啊，高级灰。也就是 Rick Owens 现在在品牌中大量使用的水泥灰。Rick Owens 在秀场当中啊，拆解这些军用毯，重新做成衣服，是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布料当中承载了很多的故事，有使用者的体温，也有时间留下的诗意。用军用毯裹住身体的那一刹那，就好像是被母亲抱在怀中一样。Rick Owens 也曾说过，他很喜欢像子宫一样令人感到安心的环境，用温暖的怀抱抵御这个残酷的世界。Rick， 原来你是这样细嗅蔷薇的猛虎。我们再从女装秀场抽离出来，来纵向的看2021秋冬的这2场秀啊。Rick Owens 用2场时隔几个月的秀，向我们娓娓道来一个从堕落到重生的故事。压抑愤怒的野兽们啊，整装出征，几经挣扎踌躇，最后在女祭司们的港湾里啊栖息疗伤。看完秀场，其实我们能发现2021秋冬的这2场秀啊，能非常清晰地展现 Rick Owens 的世界观和审美逻辑。如果说丹姆娜的世界观是基于末世Alessandro Miguel的无性别少年是存在于伊甸园，那 Rick Owens 笔下类人生物啊，就是生活在圣经故事
事之中啊。但是他们不是随波逐流的羔羊，而是反叛的斗士。从全局俯瞰 Rick Owens 的品牌宇宙，我们就能发现他的审美逻辑是紧紧遵循着神性、兽性、人性三位一体来进行的。那神性的部分，显而易见来自于他从小耳濡目染的天主教教规和礼拜仪式。尽管 Rick Owens 说自己不信仰任何的宗教，但是宗教的秩序感和神圣感是根植于在他的脑海深处的。这也是为什么在 Rick Owens 的秀场当中，能看到频频出现的五芒星、长袍、头冠等等意象。秀场主题呢，也用例如科西玛尼园这样子的神圣地点来暗喻现实世界。时尚圈很多人把 Rick Owens 奉为哥特之神，也是因为他的设计和神性元素的这种强关联。再来说兽性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Rick Owens 那些惊世骇俗的秀场？比如2016年春夏女装里的人体叠叠乐，还有2015年秋冬男装里的六两装束，都散发着原始部落的气息。对于兽性的发掘，启蒙于他小时候被欺负的经历啊，更是在遇到狂野时尚女巫 Michelle Lamy 之后啊，彻底被激活。他对兽性的探索也不仅限于秀场的布置，而是在衣服的廓形上大刀阔斧。他仿佛就是那个创造弗兰肯斯坦的科学怪人的那个科学家 Victor。他把笔下的人捏出高耸的肩膀，拉长人体的手臂，收紧腹腔的体积啊，最大程度缩短腿长。开个玩笑了，我还是蛮喜欢 Rick Owens 的吊裆裤的，因为就像风一样自由。但是说实话，能把它穿出精髓的潮男确实不多。在 Rick Owens 的设计中啊，传统时尚圈9头身的标准不再适用，人类的躯干被扭曲到了极限啊。虽然因为六鸟秀场啊被媒体戏称为 Dick Owens， 但是这样秀精确的表达了 Rick Owens 对于人体原始形态的歌颂。对。以及兽性在他审美体系中的体现，有兴趣的小可爱可以去翻阅一下。但我不知道 B 站能不能找到，是不是过于低俗？最后，我们再来说常常会被人忽视的人性，因为 Rick Owens 的设计当中啊，神性和兽性这些特征常常能在第一眼就在表面被看到，所以啊，大部分追随者们啊都是觉得 Rick Owens 离经叛道，从而觉得他很酷、很潮流。但其实驱使着他的设计不停更迭进化的是每场秀背后对于人性的探讨。就拿我们本次解说的2021秋冬秀场来举例，看似是在讲述科西玛尼园里面发生的圣经故事，实则是在映射现实生活当中全球疫情和社会动荡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多重变故。几乎每一个 Rick Owens 的秀场都有关于当今社会的反思，他用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刻画着我们生活中真实发生的事件。他并不是人们口中所说的那样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正相反，他出乎意外的是一个非常入世的设计师。只要你梳理过他的秀场选题啊，你会惊讶的发现，他甚至有点像每天都准时收看新闻的老爸，时刻关注着社会的变革，并借由他的秀场引起讨论。而在 Rick Owens 的秀场中啊，并不只有人性中光辉的那一面啊，当然也有人力不可为下的踌躇、迷茫、困惑、恐惧、压抑啊。比如本次2021秋季秀场中，就重复出现了破碎的单宁布条，就好像原始人和野兽搏斗后被撕碎的衣服。Rick Owens 的视角中啊，人并非刀枪不入啊，也不是啊传统美国价值观下面的就是 superhero。对，他精准的捕捉到了这些细微的瑕疵，这些不完美的特质，这些恰恰是人性中最真实的部分。说了这么多，你们那么聪明，应该就不难看懂啊。Rick Owens 的审美系统里面有悲天悯人的神性，有茹毛饮血的兽性和脆弱敏感的人性，这三者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独特的 Rick Owens 宇宙。这时候我们再拿出在视频开头放的那个书签啊，圣洁的宗教加上野蛮的行径，这对反义词在 Rick Owens 身上共存，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了呢？他的世界里可以有虔诚的信仰，也可以有野蛮的兽行，可以有男朋友，也可以有女朋友，可以有阴郁的黑暗小子们，也可以有像 Cher 这样闪耀的 disco 女王。他活在一个像 Mad Max 一样的狂野世界当中，因为原始，所以没有规则；因为没有规则，所以一切皆可包容。那个世界里没有那么多所谓文明人的约定俗成，简单的暗黑2个字，我想可能无法概括 Rick Owens 这个人。自由才是他反叛精神的核心，才是让他成为先锋设计师的起点。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世界观允许矛盾和对立的存在，才让他区别于很多现在的独立设计师，在设计几乎被封神的同时啊，也能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赚得盆满钵满。在这里举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啊，我们不喜勿喷啊。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位个人风格强烈的设计师 Yuji Yamamoto， 他的世界观是非黑即白的，他选择避开光明的大陆，探索旁边啊幽静黑暗的小径，有着自己明确的喜好与憎恶。作为一个消费者，想融入他的世界，仿佛就在做一个单选题。对，所以他的受众但凡看到他和任何主流品牌合作，产出符合主流审美的商业款，就直呼啊Yuji变了，Yuji老了，Yuji造不动了啊。
相比之下 ，Rick Owens 的世界更像是一片非洲大草原，各种物种在里面撒欢的生长有自由的飞鸟，有威武的雄狮，也有阴险的猎狗。这种共生的品牌环境，让形形色色的人都能找到归属感，各取所需弄潮儿们也能从品牌中找到 Ralph 同款的球鞋，时髦精们也能找到剪裁精良的皮夹克。再配合上与阿迪马丁靴、Birkenstock、Converse 各大品牌的联名款 ，Rick Owens 有意识的通过这些合作，让 avant-garde 时尚自上而下的与大众接触并在自己的秀场中大大方方的露出这些合作单品通过这些潜移默化的途径来影响和教育自己的受众。在本次2021秋冬的男装秀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强调实用性的单品。Rick Owens 对此的解释是 ：There's a lot of regular guy clothes in this collection, more than I have had in the past. I like that mix because it suggests more tolerance. I'm trying not to alienate or exclude. 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说这个系列里面呢有很多普通人可以穿的衣服，可能比我过去系列里面的要更多。我喜欢这种组合，因为它更包容。我试着不去疏远或排斥任何一个群体。要知道 ，Rick Owens 本人是很讨厌美国人那种只追求舒适不追求美观的穿衣理念的，但是同时呢，他却可以接受用同样的材料，比如说像 jersey 像牛仔这种材料，通过设计将简单的 T 恤线衫做出美感。说的再简单一点那就是 Rick Owens 这个人他不拧巴，与自己和解。对，他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舒适自在，随心所欲。他欢迎你来家里做客，也能用你的语言编织自己的故事。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每次看 Rick Owens 秀场上的夸张 look 时，消费者心里想是 No thanks。走进他的门店时，满脑子又是 Yes please。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把本次秀场有代表性的 look 展示出来，供大家品鉴。好了，以上就是本次节目的所有内容，希望大家喜欢。如果你觉得本次的秀场解析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就请不要吝啬为我们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最后要点关注，那我们下期秀场再见，拜拜。拜拜。